可是我觉得很赞啊，就是如果我当初拿到那个东西的话，我也会觉得开心。我不会，为什么会觉得开心啊？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一时，我曹操。今天有一个神秘的来宾。没错。那我先讲为什么要录这一集的访谈。好啊。那这支影片上片之后的下个礼拜就是93军人节。那这边先预祝各位努力捍卫国家安全的国军弟兄姐妹军人节快乐。那为了这一集呢，我们找来一个来宾，就是酷酷。大家好，我是酷酷。他很特别哦。没错，那找他来呢，首先是因为我非常好奇宪兵的生活，那再来是说我们3个人的组成刚好是我是4年的志愿役，然后一时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我是免疫，我是4年都免疫。没错，免疫。酷酷是军训役，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针对这3种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讨论一下当兵这件事情去做一个讨论哦。酷酷很特别，他是宪兵，对不对？对，所以你是做4个月的志愿役，然后是4个月的宪兵。对，不是志愿役啊，军训义务役。对，就是4个月。没错，没错，没错。我这里有把当兵分成前中后，就是新训，然后下部队跟退伍。那我们就从新训开始好了。你有去听公所他的行前吗？完全没有，我连抽签都是妈妈帮我抽的。你代抽？对啊，你代抽还没抽到海陆？没有啊，真假的？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虽然我是宪兵，可是我其实那时候抽签抽起来是一般陆军，只是后来到分配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分配到五股的宪兵。是不是有一个传说啊？就是请别人代抽就会抽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会代抽，就是会抽到海陆。海陆是不好的意思吗？就是很硬啊，非常的 hardcore 这样子。哇，可是海陆不是什么吃牛排什么什么的吗？还是那是海军啊？海陆双拼，听起来很好那个不是这样子。我有同学就是真的去当海陆，可是他们海陆虽然比较累，可是他们用手机的时间比我们还长。哦，真假的？我们宪兵一天是只能用20分钟，然后他们好像用比我们久还很多。一天20分钟？我们宪兵好像是手机的使用时间是最短的。为什么啊？就不知道。是那一般当兵是可以用多久？大概半个小时还是？我有听说有些是40分钟，有些1个小时都有。有些是吃完饭，就是看你吃完时间是多少，反正你就一回到寝室，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用到某个固定的时间为止，这样。哇塞，那20分钟你连一场游戏都没办法玩完了，一场传说对决都打不完吗？没错，所以那时候其实20分钟就很赶。因为我后来有在问其他人，那我们其实在前面新训的时候做的事情跟一般的陆军是一样的，我们唯一不一样是我们在前面新训阶段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测验，然后会有一个行军，之后会有1周是特殊的训练，只有那一周会是做宪兵比较特别的训练，所以那周你们才有那一周，你们专属的。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比较像特殊专长的，就那周以外，其他的生活就基本上跟陆军一样。对，除了手机只能用20分钟。对，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对啊，很可怜。一般来说进宪兵要你要嘛是身高180，是吗？那个是可以当宪兵的条件。但一般来说你要当宪兵是要签志愿役，你要嘛签志愿役，要嘛你在新训的时候他们会来选人。对，所以有2种可能，所以酷酷是第3种，是因为他是军训役，他比较特别。当然如果是就是普通像我一样是从义务役开始当的话，他就是会透过那2种方式才能当宪兵。原来是这样。对啊，因为像我们那一梯，虽然我们是在宪兵学校，可是我们那个就是比较像所有身高的人都有，所以我们是按照身高去排我们的座号，所以到那种100-200号的人也是小小只的，所以也没有说什么身高要特别超过多少才能进去这样。因为能接4个月的单位没有很多，通常都是像他们那种，比如说他是在宪兵训练中心，这种训练中心才能比较好接阿兵哥们。对对对。那既然你是军训役嘛，那就是说你进来了，我就必须要收你，所以各种
尺寸都有。对，他就要非常平等这样，对，不能设任何那个条件。他们自己选的那种才会挑身高啦。才有限制。没错。解释一下哈，新训就是新兵训练，意思是说，在短短的1到2个月里面，他要把你接下来军旅生涯中所有用到的基本技能都要教会你，先把你训练成一个超级菜的步枪兵，之后你才会学到其他的专长。我新训当到第2个礼拜的时候，然后会有很多单位来招募嘛。你们应该有听很多招募吧？对，我们也有听很多招募。然后呢，就听到一个在我家旁边的单位，他也来招募。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同梯就很心动。然后当天下午，我们的那个教育班长就直接开着车把我们从台中成功岭，然后再回去桃园，因为我们一群人所有人都是桃园，他再回去桃园，然后所以他为什么他开车载你们？因为我们要签志愿役申请资料，他展现他的诚意，因为这是他的业绩。我的妈，我要载我的钱回去。没错，他们有业绩压力，有钱也要先带回去签资料哦。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签的，然后我们是接到电话，然后赶快赶过来，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在桃园那个烧掉的家乐福，中立那个，里面的一间咖啡厅签的。我妈事后回忆，她跟我说，她觉得很像在卖儿子。我以为说是你那边哭，签完整的就哭了。咖啡厅想象不到在那边签呢。对啊，应该刚好是签保险吧，或者是拿妹可在那边而已，就非常像是推销的场合。我天啊，很像是直销那样子。然后他直接请你饮料或什么之类，让你好听话这样的感觉，超夸张。我妈说她真的觉得超级像在卖儿子，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直有去做过体检嘛？对不对？入伍前的体检，那入伍前的体检就是有关于你检查到心脏开刀这一件事情，他是怎么在处理的？其实不是他检查到心脏开刀，是我必须主动跟他讲，然后拿出那个证明，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很常见呢，就是拿出本子说，你是这个，所以你免疫，你可以走了。然后他很麻烦的是，他不能一开始就让你走，你一定要绕完一圈之后，到最后那个排队就是看你资格那些时候，他才会让你就是说，你可以走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说那是一个流程，他们说因为我刚才想说，可是我的身份我也查过，他们也都说不用当兵，那我还要继续接下来这一整串的检查吗？然后他说要，就是他们就说这是公事公办，然后他们速度就很快，说这一定免疫啊 ，OK， 这是根本就不理我打什么东西，所以他直接把我赶走，就是一个来都来了，那你就走一下吧，对吧？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前面大概5个吧，有3个都免疫耶，要么过胖，要么太瘦，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是免疫的原因。然后里面的人就可能已经习惯。你体检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吗？还好可是你们体检的那个检查人会不会很凶？我们那个超凶的，不知道凶什么，他一直赶人。真假的？可能人太多了吧？我在猜也有可能。然后那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好像没有开冷气，所以他们就一直讲说，这么热，我还在这边干嘛？然后到底要不要开冷气？冷气在哪里？他们一直这样讲，然后我们所有人排队就有点紧张，然后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吗？他说过来干嘛？那边等什么？等几点的？我要下班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能我那时候去是早上。他可能到下午才会变暴躁。对，因为想下班。早上他还刚开始上班，还有精神。今天起居还不错，这样子。我记得我去体检的时候，我看到，或者是反正他就是应该是还在服刑，然后他遇到要服兵役。为什么？因为你怎么觉得他是重刑犯？因为他有他戴着手铐跟脚镣啊，真的真的我乱讲的。而且他那个手铐跟脚镣是手铐2只手，它中间会有铁链嘛。然后脚镣2只脚中间它也会有铁链串着，手铐跟脚镣还有铁链串着。他现在是这样绑在中间还有一条绑在一起。对。哇，他这很严重嘛？对，才会这样子。那他这样怎么量身高体重？先有旁边那个水桶的警察先把它解开，解开之后他就可以做检查，检查做完就把它拷回去。对啊，我超夸张，我吓到那你们有发生什么事吗？因为像我去做的时候，有人晕倒在厕所里他好像是太紧张，然后可能早上没吃东西，所以就可能不是有一关是要检测你的尿液嘛，然后要去厕所尿尿，然后他就尿到一半，然后就在厕所就是昏倒了。太夸张了吧？对，这样是直接免疫吗？不行啊。就是搞不好他为了晕倒，他做足了准备，就是为了在那一关直接晕倒，然后直接免疫，结果他这出戏失败，
什么太久了？因为我那时候有听过我同学，他为了拼免疫，他想要变成过瘦，然后免疫，他就是一直不吃饭哦。然后他的前一天刚好他们公司还办尾牙，吃到饱，然后他不能吃，他就超痛苦，然后隔天就体检，然后就成功免疫这样。他是这么瘦哦？他原本是还有健身，然后他为了那个他就瘦到真的超虚弱的这样。干嘛这样啊？真的是。然后等过了之后，他再慢慢恢复回来这样。你就知道很拼，就是如果你不签志愿役，当兵这件事情是有多没意义。哦，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呼呼，你会觉得没意义吗？其实我进去当放假。因为我原本在当兵之前我是在工作，然后我的工作蛮累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去当兵的时候，我就当我4个月就是不要带脑袋进去，我就是让身心灵放空，然后就听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当兵讲的好像冥想度假村，因为你在里面带意识，你就会很痛苦。对，就是进去就是当自己是一个。空壳，对，空壳就好了。别人塞什么呢，你就接受什么，这样子。然后大家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你不要变成突出的人就好了。是真的，你如果不签志愿役的话，你是不用，真的是不用带脑袋，就不用带个人意识进去，是根本不用带脑袋。我也有做一些想要规避体检的动作过。我记得我那时候体检前的3-4天吧，我疯狂熬夜，我是真的超过3天没有睡觉。真的没有睡觉，而且在体检前的这3-4天啊，我疯狂吃垃圾食物，什么东西垃圾蛮爽的，就是过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对，极度不健康。现在我还拼命喝酒，所以你是要过胖啊，还是不是？我要拼一个肝指数异常啊？有这个啊？这样会那么快有反应吗？有，我看人家做过，有这么快？那你差不多快不用活了吧？因为那个数值是，它可能会在那个阶段就突然异常，然后在你检查完之后，它可以再降回去，因为你肝本来就正常，你没有生病啊。但那个时候就是你过得极度不健康，所以你的肝指数会异常，就是让你的肝进入一个极端的状态。对。然后那一段时期过了，它会再自然平衡回来。没错。然后我体检完之后，反正隔一阵子啊，然后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收到那个体检报告，然后我就很紧张的看那个肝指数那一项正常范围值，完全没用，对我完全没用，太年轻了啦。也有可能你的肝的调节能力很好，所以你可能可以反过来觉得很健康。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基本上你体检通过了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到抽军种的阶段。然后你要去公所抽军种，去公所啊，对啊，对，公所。在这之前，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说明会，然后他告诉你说，你现在要去当兵了，那你可能可以先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要做些什么事情，注意一些什么事项，然后那天要带的资料文件有哪些？对，他会给你一张小小的说明书 memo 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的行前说明，他会给每一个役男一个包包。他是给我一个资料袋，我还带过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资料夹。你看这个，就上面会写说你入营报到的时候应带的物品，就什么那个身份证正本啊、印章啊、健保卡啊。So boring！ 天啊！我直接把当兵那一套全部带过来。那其实比我想中来的。蛮详细的，我以为就是那种很丑的扫地宴我们不错的，我们是有印一张有点类似，你说签志愿役的单子吗？记得签，很像是什么简介那种。对，我们有印那个，然后发一份那个简介，然后发一个包包。可是那个包包，我记得我回到家我就把它丢掉了。为什么？又超丑又超烂，就是政府会大量订购那种很便宜的那种。东西对，那时候会收到一堆这种对类似的，然后你就是即便你手上没有这样的资源，你看到你也不会想要用。他是给你什么东西呀？就像这种资料袋啊、资料夹，反正就很像就是平常路边会发的东西。对，然后他就把各种东西上面印上军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包装弄成一袋，然后他就是一人发一袋。没错，是这样子。可是呢，后来我在路上看到垃圾桶其他的小学弟们
我就发现说，现在公所送的包包超好，超级好，看起来就很高级的那一种。我想说，干，你有跟他要吗？说我学长你想过好一点吗？给我交出来。但是我觉得完全不羡慕。对啊，我好羡慕的。可是我觉得很赞啊，就是如果我当初拿到那个东西的话，我也会觉得开心。我不会。为什么会觉得开心啊？我想拿到烂东西啊，因为你没有比较过。可是他只要印上那个迷彩，他就会变烂东西啊。他们新的那个不是迷彩哦，是啊。对，我拿的那个还是迷彩哦，但是他们后来发的都不是迷彩。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文章，其他人的文章还有写说他有送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不太记得。但是我那时候看到，反正就是想说 ，what the fuck， 怎么会送这么贵的东西？就是给这些新训役男这样子。我有在 D 卡上面就是找了一篇，我觉得讲的有详细，但又没有那么长的一个新训生活跟入伍第一天在做什么的部分齁。那他这边分了7点，他说入伍当天的报到流程和如何去军营。我记得应该都是坐游览车吧，我记得好像也有火车的，就是他们会在那个台北火车站集合，一起搭火车，然后到不知道哪里的营区这样子。对。然后我是搭游览车，对啊，酷酷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在那个某一个在台电大楼的那个替代役中心。大家一起集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宪兵中心是有限定，只能双北的人才会分配到那边。是哦。所以那时候大家其实基本上都是双北的人。那我们就在那边集合，然后就大家一起坐游览车到这样。4个月的阿兵哥好像是会分发到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近，对，户籍地最近的单位。只是我也有同学是到屏东。就是那个台北到屏东吗？对，海军陆战队。那他睡饱。对。那他应该是所以他有时候，而且我们放假就放6日，所以他6日根本也回来就只剩半天，然后半天就要再回去，好可怜，所以蛮麻烦的。那交通费超贵耶。我听说，我那时候听我们的教育班长说，我们是因为整个北部的新训中心全部额满，所以我才把我们塞到台中成功。我记得我那时候上车，然后我妈一直没有赶到，因为她就是想要来就是送，然后我妈一直到我上车之前都还没来，到我上车之后呢，她才姗姗来迟。可是我那时候手机坏掉，所以她没有办法联络我。她忍了非常久，她盯非常久，她到家了，然后眼泪才哭出来这样子。哭出来，所以他有哭哦。对，他有在游览车后面追这样。在演那些年吗？他不知道我哪一台车，他说他一直想要，他说他一直在找我，就他一直在网上看，一直在找我，但他没有找到。好浪漫哦！我那时候当兵完全没有这种，我就自己搭捷运到那边下车，然后那时候原本我妈还说要做早餐，我说不用，我自己去买，然后我就像平常一样，就坐捷运就走了，感觉好像是出门上班而已。对。所以你妈也没有任何反应，就是也没有完全没有她没有问你说你会不会紧张，也都没有。因为其实家长他们自己有一个赖群组，你说当兵的就是同梯的，就是会同梯的会有一个很大的赖群组，现在会搞这个，然后班长就会在上面讲今天会做什么之类的，然后今天的几点到几点会大概什么时候会发手机，然后叫家长那个时候要记得接之类的讯息，或者是有哪一个人有问题，然后可能要看病啊，或者是什么状况，他都会在那个群组上面讲这样。所以要有这种就是当兵前还把所有家长们加在一个群组里。对，现在会。所以其实家长其实都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社会对4个月的军训役，他们有抱持着一个比较奇怪的眼光，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就是我好像只是把小朋友送到托儿所的感觉。就是我居然当个兵还有家长群组这件事情就是以当兵的角度来说很荒谬。对。然后还要定时回报。对，而且像他们是每天有使用手机的时间，可是在我当兵的时候，我是要拿着IC 电话卡，然后去打公共电话。那到底什么时候？当兵日记出那什么是当兵日记还是什么日记？新兵日记。他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还在当兵啊？是新兵日记那个年代。新兵日记是那个什么中视、台视、华视的那个连续剧吗？我其实不太确定。
对啊，可是我也没看，所以我也没看，我不知道好像是大概什么时候。当兵不知道多久以后他才出的吧？对，你这是他们的前辈耶，上一个年代的感觉。对啊，你们是穿迷彩服吗？我突然想到，对啊，也是，是跟陆军一模一样的迷彩服，也是。所以宪兵甲服你们没有？没有哦，因为我们就是义务役而已。OK， 所以对啊，所以没差。像我在退伍前，我们的单位有接4个月的阿兵哥，然后有那个荣幸去刚好有带他们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对他们不会到太苛刻，就如果除非上课不乖，就很吵闹那一种，不然我们不会就是对他们多做什么管理，因为他们到我们那边顶多待2个月就要退伍了。然后通常是比较会让他们做一些杂事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进来，你说要学东西吗？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可以学到太多啊。第一天进军营后都在做什么？我这边超酷的，我会跟我那个同梯一起签志愿役，是因为我在新训到了那个营区，然后他在广场放很多椅子，他叫你随便找一张坐下来。我就随便找一张坐下来，然后开始填资料。我就左边瞄到那个人的资料上面写的名字非常眼熟，我就想说，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你说周杰伦了？然后我仔细回想一下，我靠，他是我的国中同学。对，国中、高中是给你10份早餐的那个吗？他是我们的共同朋友，10份早餐的是共同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相认，我就说，你是那个哪一个国中的哪一班的谁吗？他说对，然后这个很重要。你在当兵入伍，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你进去第一天，你很紧张，但无论如何，先交朋友。你有一个可以跟你一起互相扶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件事，先交朋友。一开始其实对社交非常重要，对，你要先巩固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有点像是你进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没错，一切从零开始。这时候你只要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有保障的感觉。其实是在找一个安全感啊。所以你们都会这样吗？你们都有成功找到朋友吗？有，我其实跟他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策略。没错，有，这个非常重要。你可以跟前面那个班，因为我们是一个班大概10个人，你可以跟前后的班不熟，可是你一定要跟你左右的人要熟起来。所以你们就会变主动开话题，就说，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这样，或者是要一起做什么事情，反正你一定要跟他好。那酷酷你是怎么认识的？因为你不是还蛮内向的。其实那时候进去啊，我们那一梯蛮多我原本就认识，我抽到宪兵，然后我 po IG 就已经有人跟我认说，我也是在那边呢。然后我就问大家，然后就发现生命中不同阶段的人就会出来跟你相认，你就会觉得幸好我有读书。我以为你要说幸好加他们 IG， 幸好有认识这些人，因为其实都是一区一区的，你是去区公所抽签，但你那一区跟你一起当兵的人，通常都跟你很接近。对，通常都很接近。所以那时候我刚入伍，就是那个游览车的之前，我就已经跟他约好说，那一天我们就一起在捷运站，我们可以先集合好，我们一起去买早餐，然后再一起去集合，然后我们就站在旁边，然后对啊，所以一切都是非常有保障，因为已经有认识人在。我以为是一切都是有计划好的，先拉帮结派。没错。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交朋友，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注意听前面的人在讲什么。你说的是前排还是最前面那个人讲？最前面那一个，下命令的那一个，你要注意听他讲，因为很多人当兵进去会心不在焉，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专心，他就会做错事，他就被骂。这是很像老师的感觉。注意听前面的人在讲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很大幅度的降低你被骂的几率。进去之后，除了听前面长官在讲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点是，你可以观察大家都在做什么，你只要模仿大家在做的事情就好了，不要成为异类。对，融入在人群里面，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所以这个其实跟刚刚前一点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模仿大家，你跟大家长一样，你也会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对，更容易进去，不要变成异类了。对，所以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没错。你要融入大家这样。然后当兵
紧张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吧。头一次，然后孤身一人，然后去一个就是大家都不熟，没有认识任何人，前面还有人一直在骂你的一个环境，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解除焦虑？我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它是 NPC， 它设定上他就是要在那里骂人，对你只是一个玩家，你以前就是在路过看那个 NPC 骂人而已。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去解除我的焦虑的。哦，对对对，这方式蛮特别，蛮适合会很爱玩游戏的人。比较重要的是这些啦。那其他的东西是比较繁琐的，就是一些什么规定呢，然后日常的新训作息，那个其实都没什么好讲，因为每个营区的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就是要看你到哪一个单位去，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这样子，然后你在新训要结束之前，你才是抽单位。那抽单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流行，就是上网做解签的动作，就是去问说，我这个单位他怎么样，爽不爽，然后里面的人凶不凶，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问这个全部都没有用，都是白问。为什么呢？因为爽的单位会有烂缺，就是你因为它是一个缺会卡一个人进去，所以它里面有缺，你才会进到一个单位，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职务，就比如说我是通讯副班长这样的一个概念。对，爽单位会有烂缺，烂单位会有爽缺，反而是会倒过来。没错。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可能会过得很辛苦，或是过得很开心。对，所以解签那个什么，他只会告诉你部队里面那个单位，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对，其他的资讯全部都是只能知道大环境啊。2个月后，恭喜各位，你要下部队了。我们下部队是有小选就是看你有什么专长，然后我是签志愿役，然后还有一个是抽签，所以你有这3个大方向可以去主导你下到部队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我那时候其实，因为对我们宪兵来讲，我们不管是新训还是下部队，我们其实全部都在五股里面发生。然后那时候其实下部队我们其实有分特殊专长，可是其实大部分都会是一般宪兵，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好选的，所以其实差别不会太大。他会当特殊的兵种啊，身上会有一些顾及证明，他才会当像人事兵或者是伙房兵。那种都是他可能有一些身体状况，他没办法一直在户外的。而且这个差别就只有我刚刚讲那个特殊役的那1周会有差那1周以外的其他4个月减1周的时间，全部都是一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新训还是下部队，其实生活没有差到很多。原来如此，很酷耶。我从来就没有去真正了解过说军训役他们的流程是怎么样，因为我一直看到的都是来我们这里的4个月，他们也是前面就是2个月的新训，然后来我们这里再受我们这边的专场而已。对，就跟我们是真的差很多。我有一个同梯，他在新训然后抽单位的时候，成功岭的新训是302旅，然后他抽签的时候直接抽到同一个营区隔壁的耀东4旅，他就直接行李扛一扛，然后就到隔壁下部队去了，超级荒谬。所以大部分下部队都会离很远吗？基本上不一定。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会把北部人丢到南部去，然后把南部人丢到北部去，就是会让你交互。中部人要去哪里？东部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超不知道的。新训结束之后就是下部队，基本上下部队就是算是正式展开你的军旅生涯。那这边开始你就比较容易参与到部队的日常勤务。我不知道4个月怎么样，但后来已经改成1年了嘛，又改成1年了。可是这是我们后面学弟的事情，已经跟我无关了。因为1年的话，你比较容易参与到更多的任务，就是很多年度任务你基本上会遇到，然后会有更多的其他里里口口很杂的勤务，比如说文书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装备保养。除了这些，就是你的单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军种，相比起来，新训是真的很紧凑，因为它让你迅速适应当兵的生活，所以它会把所有事情都挤得满满的，
毕竟你只有2个月。但是如果你把一起拉到后面之后呢，就是已经超过半年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慢慢来。所以下部队呢，相较于新训我是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那你有幻想过自己当兵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没耶，因为我没有进去过，所以这想都没想过，可能不是，对啊。那你有好奇之类的吗？我都好奇怎么逃兵吧，相信我啊，因为我其实对于当兵就是真的没有太大兴趣，因为我觉得就真的是不知道进去要干嘛。对，普遍尤其是就是越年轻越有这样的迹象啦，就会觉得说当兵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你还在1年兵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蛮严重的，各种加上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所以太多的娱乐，所以大家会很难静下来，就是在那边然后什么事都不做。那我自己当兵下部队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我有遇到逃兵。我们那时候就有被通报说，有一个人阿兵哥，他从早上开始招电鸣，他人就消失了，没有任何人有看到他去哪里，完全不见。然后他就上面就放消息下去说，我们要整个营区做搜索，所有的柜子，所有的柜子各个角落，因为他可能躲在柜子里面。真的会，柜子有这么大吗？有，柜子很大，是可以躲一个人进去的那一种。然后整个都搜索完了，还是找不到。隔几天吧，就发现说他其实已经就是从围墙的破洞逃出去了。围墙破洞？对，哇，他直接钻一圈他会软骨功哦。就是他们为了可以逃避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做很多事情的。对，那恭喜各位要退伍啦！退伍呢，每个人都会因为折抵的天数不一样，然后退伍的时间会不一样。这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哦。像1年兵最明显，因为1年兵你会有很多的学长跟学弟。对，所以轮到你退伍的时候呢，你会去嘲笑那些学弟说：“哈哈，菜比巴，什么时候退伍啊？”1年的兵就很喜欢玩这种幼稚游戏，就击败学长没错，我是击败学长，但是4个月就没有，4个月还好，因为4个月折抵的极限是15天所以其实大家都会集中在最后2个礼拜。那我们最多15天，然后我们统计出来，其实折15天的人可能少于10个，40%的人是折抵5天的，所以其实大家我觉得折抵的目标放在大于5天就好了，你不要当最后20个人就好，因为你其实跟大家一起走，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落寞感，因为当你发现200个人最后只剩20个人，然后你们在待，即便你们可能只差个1-2天，可是那2天会被放大，因为你会觉得很空。然后全营区因为只剩你们这20个人，那原本200个人职务就会分配到你们这几个人做。哇，这个很……所以像平常那些洗碗啊、打扫，变成那20个人要负责这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心情很阿杂。可是如果你是大于5天，至少你超过1半的人都还在，那其实那个心情调试上就比较好。对，工作量也不会差那么多。了解。所以我觉得心态上要放成我有5天是基本，跟我们真的差很多因为我们1年兵呢。要到退伍的前是有些夸张一点，会前1个月就开始摆烂，他就会烂，对，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跟长官大小声之类的都可能，因为你已经快退伍了，长官其实是不想跟他计较，那他们大多数会认为说他有办法弄到长官这样子，对，所以他就会开始就是很出格。你说像你吗？你有吗？你在离开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在退伍前的1个礼拜我才开始烂，你有啊，这就是你有啊，我已经算是很乖，因为我那个烂我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开始搞破坏还是怎么样的，我没有，我就是我开始把手上的工作放出去，放给我底下的小学弟做，听起来不是一样吗？听起来蛮坏的，是一个交接动作，但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你交代我要做，但我不爽做。然后所以我不做或我乱做这种感觉不是，我是就是交代下去，这个东西以后就是你们要接手，所以你们以后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感觉。对。那我们1年兵是有一个打退的流程的，打退这件事情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退伍，然后你可能会联合义务役1年义务役，他会联合几个一起退伍的人，然后他们会可能买个鸡排奶茶，然后请连上的人就是吃吃喝喝，
我以为是买迎宾式茶几，高档货。他们当比较久，他们的人应该享受会比较高，比较高。我们这个等级太低。迎宾式茶几，你真的买了1人1罐会被唾弃。真的。那我打退，我印象中我送我一个很好的学长，我送最贵是送给他一支钢笔，因为他跟我一样，真的很贵耶，文书作业的。对，我就送他一支钢笔，你就祝福他。做文书必须做嘛？做文书是可能在我更之前吧，是一种福利，因为做文书是相对来说轻松很多。我们里面也是做文书，分到文书兵也是很轻松，是比较快乐。对。那文书兵也是有分很多种啦，那这个就是其他的。那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之后啊，你有没有想当兵啊？不会啊，我不想喝迎宾式茶几，我想喝别的。对，你在退伍之前有被长官招募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该招募的，我们前1个月该签下去的都签下去了，所以剩下的人其实都是不会签的，所以他们就是放我们自己这么认命，因为1年的还有可能会被约谈。对啊，但他们4个月是真的只是被强迫进来的。没错。因为我们如果要签下去，他们在前面1-2个礼拜，他们基本上决定他就会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剩下的都是不下去。然后4年的话是会未留，就希望你可以继续留营。留营他会开始跟你说啊，你留1年啊，国家会给你多少钱，额外给你多少钱，这样子。所以这是潜规则不是，是明文规定的，就是他们叫留营奖金。对，你1年是多少你一次签1年、2年、3年的奖金的基数都不一样，对啊。至于为什么军中可以留志愿役下来，就是因为志愿役真的，你如果不乱花，不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可以存到超多钱的。对，因为在里面其实也没办法花钱，对，没错。那我们做结尾 ending 啦。好，那你有什么奇怪的军旅生活吗？没有的话，来听听我们的分享。有的话，欢迎在各大平台处留言。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给予5星好评 ，YT 也可以订阅、按赞、加小铃铛没错。好，那我们橘子树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